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慧言专享的周末漫谈。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选取的禅师原文的片段。教你炒股票20，禅中说禅，走势中枢级别扩张及第三类买卖点。这是禅师在2007年1月5号的一篇文章。禅论是从或者说教你炒股票108课这个系列，是从第17课开始进入跟禅师的这个禅论相关的文章，从第17课开始。那么禅论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中枢，对吧？你只要把中枢以及它相关的内容搞明白了的话，那基本上禅论大体上你就可以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论。但是呢，禅论里面涉及到跟中枢扩张或者扩展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相对是比较复杂的，尤其他在分析的时候可以用多种方法来分析。那么在第20课看一下禅师或者说我提炼的这些内容都有什么。前面已经很明确的指出，禅中说禅走势中枢由前3个连续次级别走势类型的重叠部分确定，其后的走势就有2种情况：一是该走势中枢延伸，二是产生新的同级别走势中枢。这个延伸我一般都叫扩展，在我分析里面，相当于我们简单画一下，这个是前3段构成了这个中枢了，对吧？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是不同的级别表达，现在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中枢是日线，比如说我们说的是日线，那么他说的是连续3个次级别走势类型的重叠部分。那么你在擦每一笔这3笔吗？不是，在它的次级别你要有走势类型，可以是任意的走势类型。你看第3段我就用了不同的走势类型，或者不同的一个方式。前面这一笔红颜色的是2个中枢，有2个小中枢，然后一个趋势上，然后向下这一段有1个中枢，一个盘整下，然后右侧这个只是红颜色的，只是3笔，对吧？这个3笔的话也构成中枢，这个中枢在缠论里面我们管它叫类中枢，因为它的级别、它的结构并不太饱满，禅师管这种叫类中枢或者叫奔走中枢也可以，对吧？但是它们3个这3段都是由次级别的不同的走势类型构成的。那么这3个不同的走势类型的重叠部分就是本级别的中枢了。所以说这是2个级别，你需要怎么看，需要怎么区别，对吧？这是在不同级别上说不同的事儿。那么这是这个刚才没有画完，前3笔构成了中枢，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它的次级别是由不同的走势类型。然后前3笔构成中枢之后，它之后的这些震荡，围绕这个中枢的震荡，全部都是中枢的延伸。我一般管它叫扩展，一般管它叫展开。比如说你有一个画卷、画轴，你给它展开，对吧？是横向走的，我们叫做扩展。那么产生第2种情况是产生新的同级别走势类型，是往上走。这样有一个中枢，然后在同方向产生第2个中枢，这种是往上走，或者往下跌的话，就是也是这样，对吧？这是这2种情况。而在趋势里，同级别的前后缠中枢走势中枢是不可能有任何重叠的，一定要清楚这个概念。就在趋势的时候，这2个中枢前后2个中枢的高低点不能有任何接触，即使是微小的接触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在缠论呢，其实禅师说过多次，它的核心是一套几何理论。那么在几何我们都学过几何，在几何里面，那么是一丁点的这个它都是数学的，对吧？你只要有一点点的高低点，有一点点的接触，
如果说这个高点在这里，低点在这里，那么它的高低点有接触了，对吧？那么这个中枢升级了，这两个中枢相当于扩张了。这种情况，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的这种情况，我管它叫扩张，对吧？是上下结构的，而不是像扩展的话是横着走，左右从左往右看。那么扩张的话是上下结构，所以说它们是有这种区别的。那么趋势的话是不能有任何重叠的，这包括任何围绕走势中枢产生的任何瞬间波动之间的重叠，对吧？任何瞬间的波动重叠都是不可以有的。那么一旦有了，它就不是趋势了，它就是盘整了。那有什么有什么大不了呢？对吧？那我在这里，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问题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不对？这是一个趋势，然后他说有一个那个扩张了，扩张就扩张了呗，有什么大不了呢？其实大不了在哪儿呢？是因为这个趋势扩张之后，它可以再往上走，再次在上面同样出现两个扩张的，就是说之前以为它出现了一个，哎，这面有一个波动，然后又有一个波动，然后一个趋势就可以结束了。没想到，哎，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扩张了。那么扩张之后，它还可以再往上继续生长，还可以再生长出来一个大中枢来，甚至是一个扩张的中枢，然后再结束。也就是说，出现了中枢扩张之后，中枢的级别构造升级了，那么可以继续再次往上生长，也就是它在这里可以不结束。这就是说，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强调它不能有任何的重叠？因为没有重叠的话，就是一个趋势，两中枢完全可以结束了，对吧？你在后面就不会期待有更大的一个，因为出现第二个中枢之后，尤其是一个没有任何接触的趋势上的时候，你是不会，因为就是一个尾段了嘛，是一个 C 段，一般 C 段我们是不参与的，所以说这是有本质上区别的。这是为什么在这里强调它的这个差异。因此，如果三个连续次级别走势类型的重叠区间，虽然不和前面的走势类中枢有任何重叠，但围绕该中枢产生的波动触及前面走势中枢延续时的某个瞬间波动时，这时候就不能认为该走势类型是趋势，而只产生一个更大级别的缠中枢走势类型中枢，对吧？这我也刚才已经用图形给大家很清晰的表达出来了。这里必须把两种情况严格区分开：一，走势中枢及其延伸，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扩展。这种情况下，所有围绕走势中枢产生的前后两个次级波动，都必须至少有一个触及走势中枢的区间。这其实就是说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在中枢震荡的时候，它可以是任意位置。只要这所有的震荡区间高低点，你只要有一点点回到我这个中枢里面来，都是进行中枢震荡。所以说，中枢震荡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知道它在哪个位置的，你只知道它只要回到这个中枢内部，只要回到这个中枢区间，就是在进行中枢震荡。它必须至少一个触及中枢走势中枢的区间，否则就必然产生一个新的3次连续次级别走势类型的重叠部分离开原来的走势类型，这与走势中枢的延续矛盾。这个说的其实就是三买或者三卖。你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然后一个啪上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不回来了，然后继续往上走，对吧？这意味着就会出现一个三买。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在禅师说的这个。一个走势中枢完成前，其波动触及上一个走势中枢或延伸时的某个瞬间波动区间，由此产生更大级别的走势中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扩张的那种形态。我一说扩张，你就知道了，是上下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那么就会升级了。这是扩张。扩展的时候是从左往右，相当于一个画轴一样，你把它展开，扩展，扩展，对吧？这是两种区别，两种方式。禅中说禅走势级别延续定理一，在更大级别禅中说禅走势中枢产生前，
该级别走势类型将延续。也就是说，只具有该级别缠中说禅走势中枢的盘整或趋势的延续。这个有点绕嘴哈，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在现有的这个中枢没有升级之前，那就要延续。什么叫现有的中枢没有升级之前就要延续呢？就说这个中枢现在是在一直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你只要不出现不到9段，就不是震到9，因为到9就升级了，就可以那个离开了。它也可以不离开，它可以继续震，甚至震出27段，对吧？也可以的。那么一般是到9，它会选择大部分走势会要选择一次离开这个现在这个中枢，或者说我在这个做中枢震荡的时候，只要不出现更大级别的这种情形，我就要延续现在这个状况。对吧？就是没有变化之前，我就要延续我现在这种情况。那么，初步出现这个其他情况的时候，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在图形上是一眼就能发现的。缠中说禅走势级别延续定理2，更大级别缠中说禅走势中枢产生，当切仅当围绕连续2个同级别缠中说禅走势中枢产生的波动区间。中枢产生的波动区间产生重叠，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扩张了，就是高低点有那个碰到，那么它就会出现中枢的扩张，那么中枢就升级了。所以说这就是定理1和定理2说的，其实还是在说定理1就是在讲中枢扩展的事儿，定理2这个延续定理2就是在讲中枢扩张的事儿，但是利用非常那个严谨的文字表达的时候，那你只能是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绕口、比较干的这种描述。但是图形上一画的话，大家都很清楚了。这里来一个比喻就好理解了，对吧？禅师也知道这个概念，这个定理比较那个难理解，也给了一个例子。禅中说禅走势中枢就如恒星和围绕该恒星转动的行星构成一个恒星系统。而2个同级别恒星系统要构成一个更大级别的系统，首先必然要至少是其中的外围行星之间发生关系，这就是定理2说的东西，对吧？这就是高低点有碰触了。那么禅师也给了一个例子，由定理1可以得到第3类买卖点定律，对吧？刚才我们也说过，在中枢震荡的时候，如果不回来，对吧？不回到这个中枢的时候，就会形成3买或者3卖。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向上离开缠中说禅走势中枢，然后以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回市，对吧？上去了，然后还要再做一次回市。你想逃离这个中枢没有问题，但是呢，是这样的，哎，这有一个中枢，然后上去你还要做一次回市，对吧？相当于你要看一下、确认一下。所以说，在它的次级别，你这里是有这个次级别，它是有结构的。比如说它是一个趋势的上去了，然后它还要以一个盘整的回试一下，然后这个位置就是一个3买，但是在它次级别你去发现它是次级别是有结构的，然后以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回试，对吧？次级别走势类型回试呢，它不一定是盘整的一个，就是说它的次级别回试的时候，它也可以是一个趋势回试，也可以，对吧？那么说只是说的一个走势类型，它并没有说是一个盘整回市还是一个趋势回市，所以说这是要注意这一点。其低点不跌破，中高，这个就是汉语拼音的中高的一个缩写。其低点不跌破中高，那么这有中枢了。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中高，那么其低点不跌破中高，回来了，不跌破这个中高，就构成了第3类买点，对吧？这就是第3类买点。一个走势类型，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向下离开缠中说禅走势中枢，也就是往下走，然后一个反弹回撤，反弹测试，然后有一个次级别走势类型回抽，对吧？这就是它的回抽，其高点不升破中低。什么是中低呢？这个也是汉语拼音的那个缩写，就是这个位置，就中枢的低点，中枢的下面
这个低点的位置叫中低，上面这个位置叫中高。那么回抽高点不升破中低，就构成了第三类卖点，对吧？这就是三买和三卖的严格的那个文字定义以及它这个图形上的一个解释。所以说，你结合图形再看一下它的文字的话，那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了。然后禅师也给到了2个例子，我们看一下禅师这2个例子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图形是禅师在他新浪博客上的原文贴图，不是我去找来的这个贴图。但是你要去看他在新浪文章现在的那个文章的话，可能已经没有这个图形了。但是在其他禅友保存下来的那个博客里面是有这个原文的。所以说，我在这里需要说一下。我们看一下，它这是以工商银行12月14号构成典型的日线级别第三类买点做例子，这是禅师给的例子哦。这是禅师给的例子，但是他这个例子，他说的是日线级别第三类买卖点。其实他说的这个日线级别，只是指的这个，看这个里左上角日线复权，只是指的这个图形上的这个级别，这是有区别的。日线级别和日线图形，它这里的日线级别指的就是这个日线图形，跟这个走势的这个级别实际是不一样的，这是两码事儿。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点绕的，在你没有理解缠论这个级别的时候，这里你往往会说啊，这个日线级别，禅师说的这个日线级别，这也没有中枢啊，对吧？因为他说的是这个位置，对吧？你会发现你有点理解不了，所以说他说的这个在这里说的日线级别，只是指的这个图形是日线的级别，没有说结构。这一点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这个在我刚开始在看这张图的时候，就最开始学缠论的时候，不太明白，你说找不到这个日线级别，为什么这里是日线级别呢？其实他说的是这个 K 线的这个图形，而不是指这个结构。那么结构上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位置是三买？为什么禅师说这个位置是三买？就这根 K 线为什么是三买，对吧？那么其实在这儿呢，你看它这里上下上，现在我们看的是日线，也就是说在30分钟上，因为它是以 A 股作为这个例子，那么在30分钟上是有一个上下上上下上下的这么一个结构的，说明它的30分钟上是有中枢的。那么30分钟这个图形上的中枢就是5分钟级别的一个中枢，所以说啊，这个位置的这个三买，其实如果说按照级别来说的话，它只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三买，而跟什么日线级别的第三类买点是不相干的。所谓的日线级别第三类买点，在这里指的就是这个图形而已。所以说，这个结构的买卖点和图形的买卖点，它俩是有区别的，一定要注意这么一点。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也是禅师给的例子，也是以北辰实业，他说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第三类买卖点，对吧？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是有中枢的，你看下上下上下有这么一个中枢，所以说在30分钟上，如果说你能够找到当时的这个北辰实业在2006年的这个图形的话，你再看它的次级别是能看到有中枢的。所以说在这里有过一次回试的时候，就是当下的那个。其实这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第三类的买卖点，对吧？所以说，这是当时如果说你对这个缠论级别还不太明白的时候，你是不太明白它这个所谓的图形上的一个级别和这个结构级别的这个区别。我在这里要那个说一下，因为当时这个其实给我还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我在最开始学缠论的时候。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禅师当时在这篇文章之后。很多禅友还问了很多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看一下其中几个比较有典型的问题，我给大家提取的。网友跟帖也是在07年1月5号。第一类买卖点在级别的意义上好理解，时间段上呢，除了新股和经历漫长的熊市的股，后入市的人很难找到第一类买点，起码在日线级别上。请论禅姑娘，就是说这个禅友问，日线级别的一买啊，因为那个一买嘛，就是都是那个背驰之后产生的。什么是背驰之后产生呢？需要我们说一买都是背驰买点，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对吧？是一个趋势的背驰买点才叫一买，这个位置才叫一买。他说在日线上想找到第一类买点的话比较难找，
这个也是我们平时想要操作一只股票，肯定是一买进场的话，那个位置更理想了，对吧？那么在日线上其实是不多的，当时是在那个 A 股中，禅师回复，日线上是少见，但二类、三类到处都是，没有人告诉你一定要第一类。各位不要把东西混了。中枢的离开、返回是针对围绕中枢运动的，这里研究的是中枢自身的变化，也就是中枢延续与产生新中枢，以及产生更高级别中枢这三种情况的问题。三种情况有最严格的定义，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然后多看图去印证，对吧？这也是又详细的讲了一下，因为他这个当时在讲这个中枢的扩张与扩展的时候，还是比较绕的。你如果说没有图形那个辅助来那个观察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理解的。然后还就是说，你操作不是每一个都要操作一类买点，对吧？你也可以去操作二买和三买，所以说，可以根据图形的那个当下情况来选择。网友跟帖，您说的中线是指几个月？比如说这个票，您说过了压力线，则中线行情展开，工商中线没问题等等，望指教。就是他在读阐释文章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中线、短线、那个年线、长线，对吧？这些线、这些定义的这些周期是以什么为标准来说的？那么看一下禅师他是怎么说的。禅师回复：中线就是指的日线级别以上，对吧？日线级别以上就指的中线了。中短线指的日线级别，那么短线30分钟，超短线5分钟、1分钟。或1分钟最小级别，对吧？那么对我们在经常说的就是，你做日内交易的时候，就是 day trade，就是5分钟、1分钟。那么短线做短线交易，就是隔天交易的时候，就是30分钟，在我这里基本上就是用60分钟。那么中短线就是日线级别，看日线，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中短线的一个交易。在我这里基本上就是适用了。如果说你的那个没有办法经常看图的话，或者你的交易周比较长的话，那就可以用中线以及中线以上的，就是看周线以上的一个级别来做你的交易，对吧？所以说这是禅师的一个定义。网友跟帖，新手该如何开始？先学习是不是等学完了股市早凉了？不学就进去就是，然后可咋好办呢？可咋好呢？就是很多人也会面对这种问题，对吧？因为缠论学起来还是需要花时间的，又要练习又要学，还是说先去听听消息，看一看有没有谁能够帮一帮，对吧？找找拐棍儿，对不对？很多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学缠论毕竟需要每个人去花功夫。那么禅师怎么说呢？学好一招就可以了。例如，你把今天说的第三类买点搞清楚，在牛市中足以战胜95%的人，对吧？就这是一招先吃遍天呐。你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你搞清楚一点就好了。你不需要所有的技术都懂，你只要懂了那个顶底分型、第三类买卖点，某一个你搞清楚了，你只要能把那一个搞透、搞清楚，你在股市里操作也没有大问题。就怕的就是那种，又不懂又猜，又去那个预测，那么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对吧？我们是要既然学了的话，就要把它吃透。所以说，学会一个也没有问题，你只要能够用好用透。好的，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禅师这个原文。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平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最近中国银行跳水，然后跌了3毛钱，怎么预防？我们看一下，我的之前好像没有哦，在这里还有，比如最近的中国银行跳水，在5分钟图上还没来得及出现第三类买卖点就急跌了，等反弹，也就是在5.6元左右跌了3角钱。像这种情况怎么预防？同问，多谢了，对吧？就是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情况，哎呀，跌了怎么办呢？这个，我这还没出来呀。禅师说，第三类买点，第三类卖点是最后逃命线，逃了以后必然还要下跌，这和已经跌了多少有什么关系呢？还有，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第三类卖点才卖股票？第二类去哪儿了？对吧？你不要等股票跌了才问，哎呦怎么办呢？我套了，我是不是要割呀？
对不对？你不能跌了才想这些办法呀，你要涨的时候你就要想，现在是不是一卖，现在是不是二卖，我是不是应该减仓了？你不要等都下来了我才问，那你涨的时候你不去关注它，跌的时候你想去割肉，那你不就是节奏错乱吗？对不对？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节奏是比买卖点的精度更重要的。你宁可早卖一点，对吧？你早卖一点，你那个少赚一点，你起码是赚的呀。所以说，我们操作的时候，宁可卖早也不要卖晚。那么你卖早了，手里是有钱的，有钱随时可以再进去，对不对？但是你一旦买早的话，就被容易在判断错误的话，就会容易被套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这是经常说的一些谚语，或者说一些那个我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对吧？宁可卖早而不要买早。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一周，因为刚刚过去的这周，因为这个呃感恩节的原因是交易日比较少，那么下一周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要出来了。周一有这个 ISM 的一个制造业的那个指数，周二还有一个 JOBS 这个 Job Opening 跟就业相关的，周三 ADP 也就是小非农数据、原油数据，然后还有一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讲话。但是呢，他这个讲话现在毕竟他也就是到2026年任期就结束了，就还有2年吧。不知道特朗普上来之后，他还能有多大的一个作为？毕竟他上台之后，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他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周四还有一个失业人数，对吧？那么周五就是相对更重要的非农数据了。所以说，重心的话，1、2、3、4，哎，都有，对吧？都有。所以说，那个下一周相对来说受到经济数据的一个影响，市场的波动会相对的比较大的。那么我们需要打起精神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些标的，想分析的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周末时间也不能战线拉得太长的话，也会影响大家的休息，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抓紧时间。现在月线上，首先看一下月线，对吧？我们先看大周期，目的就是找方向。你只要大方向上，只要没有出现大的，像这种前面这种大的这种信号的时候，你都可以。像这种是没有办法了，对吧？因为这是2020年疫情的原因，所以说只要大方向上还是在一个延续上涨的时候，你都可以稍微的，对吧？大方向只要没有出现变化的时候，可以先谨慎持股，对吧？就是牛市的时候嘛，你手里必须要有股才能赚钱。很多人是又怕涨又怕跌，那么这个心态是要不得的。现在月线上，因为这个10月份交易日都过去了，本月是涨了5.73%呢，非常非常牛。现在是最高点6044.17，这个本月是一个大阳线。看一下11月份，那么11月份想要出现一个顶分型，就要打掉5696.51，对吧？我们在学缠论，我们就立刻就知道，想要出现顶分型，必须要打掉5696.51，所以说我们立刻就有一个位置要观察了。那么12月份呢，也可以是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对吧？出现一个包含关系这种 K 线形态，12月被11月包含了，那么在传统理论叫晕线，也可以是个后包含，对吧？前包含、后包含都可以，都叫晕线，这是传统理论。晕线的话，容易出现在这个顶或底的位置，对吧？你看前面这里，其实也是个晕线，这个位置也是个晕线。这是2021年12月份和2022年1月份这2个 K 线也是一个晕线，发现没有？晕线一般容易出现顶和底，你看这里也是个晕线。2020年3月份和2020年4月份也是一个晕线，你看，那么这也是个晕线，那好多都是晕线啊，都是晕线，这也是一个晕线。然后前面，对吧？好多地方都是晕线，所以说出现晕线之后，也是一个要变方向的一个信号了。所以说，一旦出现晕线的时候，我们再跟踪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就是在月线上，但是呢，在月线上虽然说没有出现顶分型，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内部是不是够饱满了、够充分了，是不是可以调呢？这是我们需要看2个周期的原因。看一下周线上，
那么周线上，这是3491，这里有一个中枢，一个进入段、离开段，但是它这个离开段走的太强了。这个小 B 段啊，在我们模型里面这段叫小 B 段，就是从4103这个上涨这个起点，这所有的这些全都是小 B 段，在模型里面这是小 B 段，前面是大 A。这个小 B 段因为是主升浪嘛，所以说走的太强了。所以说现在没有任何的背驰啊，就是在这个周线这个级别，这个什么是看什么和什么的有比较有没有背驰呢？就是针对这个中枢，我们有离开段和进入段，看他们两个有没有背驰。那么这个小 B 段跟小 A 段比较明显，这个空间大嘛，所以说没有背驰。但是呢，没有背驰，它的内部如果说就是说小 B 跟小 A 比较是没有背驰的，但是如果小 B 段的内部够饱满、够充分了，它也是可以回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不能单看一个周期，你要结合上下两个周期来看，因为缠论是一个三层滤网嘛。什么是三层滤网？其实就是3个周期嘛，对不对？所以说有回调了，哎，我看一下跟我这个中枢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又可以是出现一个3买，因为你可以利用黄金分割，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假设这个位置要出现回调了，你看一下嘛，对吧？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但是到了这些位置也不是什么就是那个魔法数字，说过很多次。到了这些位置，我们要观察的原因是因为它更容易出现支撑，到了这些位置更容易得到支撑，也更容易出现一个底分型，更容易出现反弹。但是呢，我们看它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观察多空强弱的比较。你到了不同的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代表了多空强弱的区别。那么0.5以上，说明多头还是强的。那么我这时候买的时候，肯定因为我要做多的话，肯定要整体合力表达是一个多头强的时候，我才能够去做多。如果说整体合力表达是空头偏强，那么我这时候做多就要相对谨慎了，对吧？所以说我们任何的技术分析，任何的技术信号都是要得到一个答案，在本周期的图形下，谁强？是多强还是空强？多头强我就做多，空头强我就做空，或者说我要减仓，或者说我要在场外等待，就是这么点事儿。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是要搞清楚谁强，就是这么点事儿。说白了，所以说，任何的技术信号不是什么魔法数字，也不是说我画一条线你就不能过去，对不对？很多人说技术分析是跳大神儿，是那个玄学，觉得哎呀，你这画一根线就这么牛吗？我就跌不破它吗？纯都是那个忽悠的。好多人是这么说技术分析，对吧？这也是他们对技术分析不够清楚，技术分析到底是在干什么的，这其实是对技术分析的一个误解。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肯定就觉得哟，你这么玄乎呢？你这么画一根线我就过不去吗？这么牛吗？你这么牛，为什么那个这个确实是啊？你看它，你看这里有一根线也是，从这里你要是几个高点连线，对吧？你也可以用这个趋势线，哎，这么画，我把这个看一下能不能够用个裸 K，然后把这个加上呢？哦，加不上。就是说，你用这个前面几个高点连线的话，就这么几个高点连线，又这么一根趋势线，你发现这个往上涨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长期突破这么一根线，你发现没有？所以说啊，尤其在大周期上，这个趋势线，禅师我之前跟大家分享文章的时候也说过，禅师也用这个，尤其在大周期上，他也用这个趋势线的。所以说，传统理论不是没有用，你看你怎么用。因为这些支撑啊、压力、阻力啊这些线画的线，我们一般都用在大周期上，其实非常好用的。那么大周期上，它其实越往上涨，你看它这个，如果说只看这段的话，哦呦，你就发现它涨得非常的陡峭了，已经。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陡峭的那么一个楔形的那么一个状态。如果说那个用图形上表达，就是一个楔形。这种图形一旦往下跌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快速杀下来，因为它已经调整的非常充分了，它已经这个角度非常陡了。就是说杀下来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快速杀下来，才可以快速通过前面这里调整的这个区间。尤其这个牛市和熊市的节奏又不一样，牛市的节奏是快跌慢涨，对吧？它可以慢慢的往上爬，
哎，一点点一点点往上爬，能把那些天天看空的人、天天拿不住股的人都给你清洗出去，对吧？它是一个慢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慢涨的时候，对这个心态不够好的人、拿不住股的人，其实是一种折磨，对吧？那你天天涨，哎，对吧？跌了一点儿，大家大量资金就进去了，跌一点大量资金都进去了，哎，他就好多人就买回撤嘛，所以说他就没有深的回调。那么很多人拿不住，哎，涨了又卖，涨了之后卖完之后，哎，又上去了又追。所以说，对心态不好的人，牛市这种慢节奏其实是非常煎熬的。那么熊市的话是，快跌，那个快涨慢跌，对吧？所以说那个熊市都是阴跌，熊市如果是真是出现熊市的话，它会一点一点跌，它是这样走。你会发现很多图形个股里面，哎，它不给你快跌，一下子就跌到位，以一个空间换时间的这么一个方法来那个达到，一次就很快调整到位了，然后慢慢在这横，可能再来一下，然后再横一下，然后就可以基本上完事儿了，对吧？这是熊市，那个这是一个快跌，以空间来替代这个调整时间的，对吧？但是一个真正熊市的时候，它是一个慢跌，它是这种特别煎熬的一种跌，不给你大跌。所以说，好多人那个抄底的人，全被那个就是典型的多杀多的那种情形，在熊市里面，我想抄个底吧，没想到又跌，哎，我妈，它弹一点它也不是一点都不给你反弹，它可以给你弹一点就这种，哎呀，这种熊市的这种阴跌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所以说，就是熊市和牛市上节奏是那个非常清晰的不同感。所以说，这个位置在周线上还没有出现顶分型，现在这个前面这里这顶分型全部被打掉，这些顶分型全部都变成了中继顶分型，全都被打掉了，已经很多次了，对吧？所以说，再次出现顶分型，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顶呢？对不对？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但是，一样的，还是要看一下它的那个内部结构。4103上来之后的一个内部结构。4103上来这个内部结构，我们在周二、周四的这个盘中解盘的时候，已经天天在跟踪它，它这个结构已经非常的饱满了。4103起涨点，进入段构成中枢，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中枢的一个扩展，对吧？3笔构成中枢之后的所有的高低点，只要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都是一个扩展，哎，然后上去了不回来，又是一个300，对吧？结合我们刚才禅师那篇文章，这个图形已经非常清楚了。然后又开始往上生长，哎，同方向生成了第二个中枢，第一个中枢大 A，第二个中枢大 B。然后针对这个大 B 中枢又给了一个300，哎，又是尝试离开中枢，然后又一个回撤，不回到中枢，又一个300，对吧？已经是第二个300了，结构非常饱满，它这个结构非常充分，跟我们模型里面一模一样的。那么现在出现了第二个中枢，出了300之后已经 C 段了，都又打了高点，对吧？在周五虽然说只有半天交易日，又打了一个高点，那么最高点6044.17，这波走的真是波澜壮阔呀！可以说这波牛市真是，如果说你能够拿得住股的话，那这个利润是非常丰厚的；如果说你拿不住的话，那基本上是非常煎熬的，对吧？所以说跌了不敢买，涨了就赶紧一点点就卖掉，然后又去追涨，那么你整个是非常难操作的。但是我们说过，操作股票一定是不能够随意进。现在很多人的操作就太随意了，随意开仓，随意进出，再加上现在这个股票的手续费也很低，对吧？因为现在好多做美国的券商，尤其在美国那个朋友都很清楚，他买卖股票的话是没有手续费的。这个当时芒格其实是给了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评价，他其实是利用了人性的恶，利用了人性的这个贪婪呢。来那个放大了这个利用人性的贪婪来赚钱，尤其像那个 Robinhood 这些小的券商，真的，所以说这其实是把人性的贪婪给放大了，这其实是在作恶呢，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是芒格当时对当时出现这种券商不收手续费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很中肯的一个评价，所以说的也非常好。因为你都没有手续费了，我就可以肆意的这个进出了，对吧？也不去看是不是那个正确的位置，也不去看现在当下的情况，就随意进出，随意开仓。那么这个随意的进出，你就会过度交易。其实过度交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为什么觉得，哎呀，我这个理论也懂，为什么老是亏钱呢？对吧？
你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不该做的时候，不该买的时候你买，不该卖的时候你卖，就觉得要每天进进出出特别刺激，特别爽。一天不动的话就觉得难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么你连一点理论也不学的话，那就更难了。你想捆住自己的手，涨了我就想追，跌了我就想割，那你不可能控制得住啊！再加上现在又没有手续费，如果说你只是玩股票的话，你可能玩期权那些 option 那些可能还有手续费，所以说其实控制不住手，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那个焦躁的话，其实是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就需要大家需要那个自己自身的一个去提高了。那么我们学缠论，去学那个提高自身，这都是为了这个做准备呀，对不对？所以说，更多的还是提高自己，而不是说看外在的。那么现在已经是非常饱满的一个结构了，那么就看这个什么时候出现 C 段，出现这个 C 段之后，也不是说就要暴跌了，它就是要回调，但是这个位置我们已经相对的要谨慎了，在日线上。以日线这个结构，我们要进入一个相对谨慎的一个节奏了，所以这个位置不能说大仓位往里干了，所以对不对？相对的仓位要保值的这个稍微控制一点，因为你的盈利已经非常丰厚了，可以留一些底仓嘛，底仓可以留一些，然后拿出一些那个机动仓来跟着它走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是现在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仓位相对要偏轻一点。尤其你这个利润很丰厚的情况下，我们等待的是什么呢？等待什么时候可以再大仓位往里干呢？就是它这个周线上要给到一次回撤，对吧？我不管你这个回撤是到0.382还是到0.5还是0.018，要给到一个回撤，甚至是0.382都不到也可以，起码要给到一次，最少要给到一笔的回撤。针对前面有一个回撤之后，然后我这个位置再进，再多一点仓位往里进，因为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对吧？那么之后的话，再看它继续是怎么一个演变。是下面有一个，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周线，下面有大 A 了，是在上面这里做一个大 B 出来，还是说在这里可以是一个1、2、3、4、5段，对吧小 B 段也可以走5段或者走5笔的，以这种浪形模式。至于怎么演变的话，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它这里什么时候给到一个大的回撤。至于这个回撤，那可能就要去明年了，有可能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吧？这个贸易战呐，还有那个俄乌战争啊，对吧？这些大的事件影响才有可能出现大的回撤。但是现在以我们小散户这点那个基本面的分析能力，或者宏观面的分析能力，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对吧？你在不知道、你不能够预期的时候，你所做的事就是现在正确的事情就是等待，或者说减仓、清仓，就是你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我不能够预测它什么时候能够到来，但是基于当下这段内部的结构，我知道了，结构已经很饱满了。至于什么事件驱动它回撤，我们不知道，只能说这个事情迟早要发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做正确的事情就是清仓、等待。这个事情的到来，所以说这就是你预测和你的那个完全分类这是有区别的。那么针对指数，就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再开始那个再那个往里进就好了。那现在因为是第二个中枢的有个小三买，那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吗？对吧？它也可以，因为现在这个日线上顶分型还是没有的，前面是出现过顶分型都被打掉了。我们之前是分析过5803这段的，我们再看一下，因为它的内部结构不够饱满。我们把这个高亮一下，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是最高点6044，对吧？在它这个1小时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回撤，然后这个都是3，这全是123，这里有过回撤都不够比，所以说它的1小时上不够饱满呢，对吧？一直走到现在这个6044了，还是在走第3段，还是在走第3段，所有的这些都是第3段。所以说还没有4呢，什么时候真正出现了一笔回撤？像这种，它不够啊。真正出现一笔回撤的时候，还可以有5呢，对吧？然后5之后呢，还可以再出现一个中枢，然后还可以再打高点，这是之后的一个演变了。当然了，有了5段之后，那就看它是不是要有什么选择，可以说一个反向也可以，对吧？这就是在小周期上，它可以变化的更多一点。这就是我们之后要在盘中跟踪的。好的，这是把指数从大周期到小周期我们过了一遍。
然后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看一下，因为要说的比较多呀，我们看看能不能够顾得来。先看一下这个 VIX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什么变化呢？第一的变化就是跌破了前面，首先跌破了这个小低点了，这个低点是在10月14号这个低点13.59，跌破了这个低点之后，哎，这是跌破了，你就可以比较这个，因为这里有一个中枢嘛，就可以比较它的进入段跟离开段了。那么这个MACD 一看，这个柱子的面积没有前面大，这是进入段离开段，对吧？有背驰了，但是好就好在呢，它还是在这个离这个中枢的零轴比较远的位置，对吧？这个MACD 是有个零轴的，你会发现前面这里 VIX 出现大涨的时候，它都是离零轴非常近。看这些位置，针对的 MACD 的位置都是离零轴非常近的位置，它出现大涨，那么 VIX 出现大涨，也就是股市里面出现大跌。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啊，离零轴稍微还有点远，它先要爬到零轴附近，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一波大的上涨。对不对？所以说，只要它没有出现爬回零轴附近的时候，或者说离零轴还比较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不用太过担忧股市那边会出现暴跌，因为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化。那么等它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应对。你看前面这里它是出现过一次快速的底分型之后快速的反弹，但是呢，也是因为被这些全部都是对吧？零轴也没有回到零轴附近，然后这个两根均线也没有突破，所以说只是出现短暂的一个回撤了，只是通过 VIX 我们反推股市那一面，然后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也是这个受到这个各种消息啊，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要非常有利利好这个比特币嘛，它也是已经现在最高点已经在99860，这是可能每个平台的最高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用 Binance 啊，你用 Coinbase，或者说你用你自己的平台的话，它每一个数值是不一样，但是都差不多，都差不太多。所以说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的最高点在99860，对吧？可能你看的那个平台是其他的数值，但是没有关系，结构都是一样的。下面一个大中枢，这是第二个中枢，然后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哎，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阐释文章里面那个出现两中枢之后出现高低点有接触，什么原因呢？扩张了，两个中枢出现扩张了，意味着后面还可以有一个大中枢，然后再结束，也就是说它没结束，对吧？中枢是级别变大了，所以说现在这里。49000这里完全是可以走小 B 段，完全是出现扩张之后的一个小 B 段，这就是我们后期期待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是后期可能的一种情况。然后周线上从49000这里，哎，还是一笔走的还是一笔，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 ，MACD 给到也是非常强势，但是现在周线上已经出现晕线了，看到没有？周线上出现晕线了，两根 K 线。两周的 K 线前后有包含关系了，就是一个晕线。那么看一下日线上，从49000这个位置，这是有一个中枢一次回撤构成300，然后再一次上去，对吧？现在从这个起涨点58863是一个五段，1、2、3、4、5，只不过第五段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它这个从90682之后吧，反弹还不够比呢，现在只有4根 K 线。成比之后，看这个 MACD 能不能够快速拉上去，来个空中加油。如果说能够再次突破99860的话，那可能就到10万了。到了10万之后，就很容易出现背驰，就是因为是一个第五笔了嘛。出现背驰之后，只要再次突破，其实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突破99860，你就可以卖一点，对吧？我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些就是买 ETF 就好了，对吧？你买那些合约的话，那个是带杠杆，如果说你自己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爆仓的。你即使这种上涨的时候，你都可能爆。如果说你控制不好的话，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买 ETF，而且周末也交易不了，这样的话无形中也把你的手给捆住了，还是一个好事儿呢，对吧？其实突破99860之后，就看有没有背驰，因为它很容易背驰啊，因为前面这段涨得太猛了，所以说这是第五笔了。那背驰之后就可以减一点，减一点之后，可能呢，它这里要做第二个中枢，
前面这里是第一个中枢，在这里是第一个中枢，然后这里做第二个中枢，然后可能再给一个高点，也就是 C 段，之后再结束整个的49000的一波上涨，对吧？现在就是说49000是一波上涨，现在还在小 B 段里面。然后再看一下其他的英伟达，英伟达也是，我们主要关注就是90这里，现在从90这里上涨呢是有两种情况的，我们之前是做完全分类分析过，一种情况是这里已经有2次回撤了，可以构成第二个中枢了，这是第一个中枢，2次回撤，第二个中枢，而且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高低点，这个高低点这个高点在131.26，然后这个最低点在131.8，我可以把这个往上拽一拽，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还是一个趋势上。如果说这里要构成中枢的话，这里潜在的话已经有一个中枢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中枢先画出来。为什么说就是潜在的一个中枢，只能暂时在这里？因为这个中枢啊还可以往，因为这一笔你不能说它结束了，它现在虽然只有一个底纹型，它还可以继续往下延续，对吧？所以说只是暂定在这里。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两个中枢的高低点这些都没有接触，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上。看能不能够再次打出去，再次突破152，然后再给一个300，小300之后再结束整个这波上涨，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以152作为这个分界点，那么它是左侧152的这个左侧是一个趋势上，盘整上，从这个起涨点，这是一个中枢，一个小300，这是一个盘整上，然后右侧起码先来一次反弹，对吧？还可以2次反弹，然后再往下走。走一个反向这个走势类型，所以说，你也可以用这个高点这里，看看这个能不能够反弹出来一笔，看能不能够到142，也就是0.5的位置，甚至到一个144.83，对吧？看它这个上涨的那个力度，这个力度如果说非常强，不需要5根 K 线，比如说3、4根这样全是大阳线，很快就突破了这个144.83，你就知道了，哎，它这里肯定是要打掉前面的高点了，对吧？打掉高点之后，这就是又形成了一个中枢了嘛，对吧？这就是走 C 段，打掉高点之后突破了，再次突破152.89的时候，你就要小心点了，因为是一个走 C 段，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演变方式。不论怎么样，它都要先给你一笔反弹，也可以是这段没走完，先往下再往下砸一砸。再往下砸一砸，比如说砸到120天，甚至砸到200天之后再给你反弹也可以，因为这里只是出现一个底纹型，也是可以一个中继的嘛，对吧？这就是之后的几种情况。然后它马上也要分红了，在这个12月5号马上要分红了。我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几个小品种，这个特斯拉，特斯拉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从182这个位置，这是第一个中枢。然后这里是给了一个300之后又给了一个高点，对吧？这是就是典型的出现这个300之后，你要关注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之后有没有背驰嘛，对吧？是突破了358.63之后，就是出现了一个回撤，但它这个回撤目前还是不够比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点在哪里，这是161.93，361.53，所以说高点在这个位置，这是在11月25号，对吧？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一出现了这个高点。那么这个现在回撤还不够比，看看这个出现的顶纹型是不是一个中继的，它还可以在次级别继续往上生长，再次突破361.53、361.93也可以的，这是次级别在往上生长嘛，对吧？这里就是 MACD 做一个空中加油，然后继续往上走也可以的。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讲，只是说它这一笔的延伸度。对吧？但是只要没有前面这段强的话，都会出现背驰。所以说，更大的可能就是在这里做中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枢之后，然后可能再打一个 C 段结束。所以说现在就是前2笔中枢的前2笔构造已经有了，看它第3笔什么时候出现，或者说就是第2笔的构造可能再往上涨一涨，然后再回来。所以说你就跟着做就好了嘛，对不对？现在其实有了结构之后，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好做的。看一眼这个 QQQ 的话相对偏弱，最近这个相对偏弱。那么这是也是423这个起涨点，我们看的结构都是日线，在这个日线结构以及它以下的。那么这里也是有一个中枢，这里也是回撤给了一个300，对吧？这个跟那个指数啊，跟那个英伟达都很像，因为 QQQ 主要成分就是一些大的科技股。那么给到一个300之后，这个反弹，现在我们看一下。
也够比了，反弹也够比了，这个最高点511.45，所以说呀，但是它偏弱，现在这个这么多根儿已经快2周了吧，还没有再次突破这个515.58呢。所以说，如果说能够再次突破515.58，你就看它这里是不是很容易出现背驰。就是说，你可以不管它有没有背驰，你就突破515.58，你就减一点，就卖一点，对吧？这样的话，它突破了，然后有背驰，它回来了，在这里构成中枢，你再买回来嘛，对不对？就不要怕卖错，也不要怕卖早，你只要有赚钱的时候卖，就可以大胆一点。这就是针对这个 QQQ，还有这个罗素2000。那么你看这个小盘股明显比这个大盘股的这个走的比较好，这是这个204这个位置。之所以从204分析，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也是它这里是两个中枢出现扩张，这个有一个中枢，这有一个中枢出现一个扩张，然后它再走小 B 段。之所以分析204，原因是这个小 B 段起涨点，然后这里有一个中枢，小 B 段里面的小 A，就是小 B 中的大 A，小 B 中的大 A，然后现在这是走小 B 中的小 B，这段是小 B 中的小 B，就是不同的级别嘛。所以说现在就看这里是不是要再做小 B 中的大 B，这里是不是要做小 B 中的大 B 了？这是小 B 中的大 B，这个是小 B 中的大 A，对吧？这就是它之后演变要构成的。那么现在它这个虽然说又打掉了新高了，突破242.39了，但是它这个好就好在什么呢？这个虽然说柱子的面积没有前面大，但是这个 MACD 并没有明显的变弱，这个 MACD 的快慢线并没有明显的变弱，这个柱子的这个面积是比前面弱的，所以说可能还没结束，可以可能下周再次突破一下244.98，也就是说次级别它的次级别不够饱满。利用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的一个办法，就是看它有没有3根 K 线的这种并排，对吧？现在你看它从这个起涨点，从这个300这个位置，226.59上来，并没有，只有这里才有3根 K 线并排，或者说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说明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是有中枢的。它现在没有啊，只有一个，对吧？它可以再次打掉244.98之后，然后它的内部就会出现背驰了，相当于一个进入段离开段，对吧？这就是你用小周期的话，就可以很清晰的能够看到。所以说，不管怎么讲，往上走的话，一定不要追，因为它再次打掉244.98之后，完全是内部有背驰了，可以再回来的。你要买的时候，等是买回撤，不论任何级别，我们都是去买回撤，而不是去追涨。然后再看一个，其中我最近给大家经常提的这个比较小的盘子比较小的一个叫 C3AI，之所以提它，是因为它的基本面出现了一些变化，它是跟那个就是抱了一个大腿了，抱上微软的大腿了，它那个跟微软有一些合作。那么它的结构其实是，这里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月线大三买，这里是一个月线大二买啊，说错了，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月线大二买，所以这里月线要乘一笔。那么乘一笔的话，可以直接就砸到这个87这里。从周五的收盘价到这个48呀，到48这里，现在还有35的一个左右的空间。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时候，可能还有40几的一个空间，现在是又往上涨了一点。所以这里是先看这个前面这个高点，它也是可以直接上去，不背驰，那就厉害了。如果说这个第3段不背驰的话，那么可以有4和5呢，对吧？这是在月线这个周期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次级别这里是一个9段升级之后的，这就是我跟大家之前分享阐释原文里面的第一种定力延续定理1讲的内容，就是扩展。前3笔构成中枢之后，后面呢所有围绕这个中枢震荡都是一个扩展的一个状态，对吧？它就是这种情况，是一个9笔升级的，就是这里是有希望，这里是打一个离开的。那么这里是利用理论结合这个图形，我们看它这个位置，然后再看最后这个18.85这个起涨，然后结构还是很简单的一个结构，起涨点一个中枢，然后一个 B 段离开，然后我们也是比较过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走得很强，已经到1.618附近了，已经突破了等比例了，说明这个离开段走得很强，对吧？而且现在离开段也是从这个起涨点，只有这里才出现了，这里也有，对吧？这是次级别已经有2个相对的，就次级别是有2个小中枢了。次级别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今天这个稍微说的详细，因为毕竟它的结构简单，然后如果说你不太明白去追涨的话，就很容易套在里面，因为结构越简单，但是它的盘子小，你如果说不太懂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套在里面。如果说你一听啊，我提的可能是就无脑买，那个时候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我在这里不是给大家喊单呢，我只是以它为例子，再加上它图形上是比较结构上是比较简单的，以这个做例子给大家做分析，而不是说要喊大家往里追。那么从这个起涨点1、2、3、4、5，哎，1小时上完美的走了5段了，所以说这个第5段明显是弱嘛，偏弱。现在它要再次打掉前面这个39.88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背驰，因为利用 MACD 来判断背驰的话，必须要出现新高或者新低的时候才可以，对吧？现在是没有出现再次突破前，那如果说不突破这个高点，那就更弱了，晓得吗？不是一定要突破前面这个高点的，如果说不突破，只能是一个更弱的一个表达。所以说现在这里更容易出现这个中枢，这里要出现中枢，但是它目前这个状态，你看它那个回撤已经有4根了，所以说有可能要出现一个收缩的这种中枢，看它要震多少段吧。在这里震的时候，千万不要追涨，因为中枢震荡的时候是最好的做差价的时候这个一个机会。所以这是针对这个C3AI，因为它这里还没有一笔回撤呢。回撤的话，不回到这个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往上走，对吧？所以说都是买回撤，而不是去追涨。然后再看一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个妖股，所谓妖股啊，什么叫妖股？很多人以妖来形容一些股票，这个股很妖，那个股很妖，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股的涨跌幅比较大，就是每天的波动都比较大，然后关注的人群也比较大，对吧？大家都关注，然后又不好把握，就管它叫妖股。其实啊，这都是你不明白或不懂的人以这种妖的方式来形容这个你不太了解的东西。我也看了好多一些其他的博主，一些在那儿说，哎呀，这个 这个 MicroStrategy 怎么套散户啊这那的，这全都是呃股票市场比较有意思，就是很多人都能够进来说两句儿。你懂，真的懂与否无所谓，你只要能叭叭，你小嘴儿只要能叭叭的话，都能来做财经博主，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因为吧，股票市场你最终落实的是你的实际操作上，这个很多时候其实是分开的。理论和实践其实很多时候分开，只要不看账户，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叭叭来叭叭去的，他能力有多少。这个人你听他说的云里雾罩的，最后落实到交易上，全都是一堆那个什么，一堆垃圾也好，或者说那个实战的结果特别差。那么这个人嘴上叭叭没有意义啊，对吧？你说的天花乱坠，你不能够实际落地，不能够实际操作，那有啥意义呢？对吧？但是也能够给大家的业余时间带来一些快乐吧。就是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对吧？我们要是做这个理论和实践一定要结合起来，要懂理论，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实战。你要实战出结果，你光会叭叭，最后你是说的是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最后结果呢？我们来市场里面是为了赚钱的，而不是要说，哎呀，这个股票妖，那个股票妖。任何的妖股，它不能够逃出这个缠论这条理论的。任何一个图形，所谓的妖不妖，只是你看能不能够把握吧，对不对？所以说，不在于股票本身，而在于你个人。任何没有什么好股票、坏股票，这禅师也说过很多次，只有好操作的好坏，而没有股票的好坏。任何一个股票你都可以进场盈利，但是任何一个股票你只要操作错误，你也可以出现亏损。所以说不在股票妖不妖，而在于你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你再妖的股，我有那个能力，我也是能够赚钱的呀，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把责任推到股票妖不妖身上，而不是说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看看自己，而不是要看那个其他的外在那些因素。那么针对这个 MicroStrategy，它的图形结构是也比较简单，而且是没走完的一个结构，就是在周线上。这是一个起涨点，下面这里有一个中枢。它这个图形之所以看上去有点别扭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经过复权了，对吧？它也是拆股之后的一个图形。
那么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然后也是给到一个周线的一个大300，然后现在全部都是离开，所以这也是没有背驰。从这个起涨点的话，它是三段，第三段没有背驰，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三段，也就是这个起涨点101这个位置。那么101起涨之后，这里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日线中枢，但这个中枢没有升级，这个中枢是没有升级的。那么又上去之后一次回撤，又是一个300，就是说日线上这个中枢也带了一个300，现在就是这个300之后的一个走势结构。那么这个上去了，然后我们之前是测过这个位置的，我们再次测一下，从这个起涨点，对吧？它是冲破了1.618，然后这个但是呢，我们也之前说过，不是本周期没有背驰它就不可以回来，它的次级别如果说有背驰的时候也是可以回来的，次级别有饱满的时候它也是可以回来的，所以说你一定要两个周期结合来看。那么从这个220这里已经是出现过回撤，但是呢，它还是比较特殊，就是它这个股票就是它因为参与的人重比较多的时候，它这个走势就比较相对的波幅就非常大。你看这个是在11月21号的时候，当天是跌了16%，当天是跌了16%，这个波幅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去追涨的话，你很容易追在这个540这个位置，追在540，然后搁在这个343，那就太痛了，对吧？所以说追涨杀跌是千万不能有的。但是呢，它这个节奏是比较有意思的。它这个回撤刚好是踩到了0.618，你发现没有？踩到了0.618之后出现了反弹，但是严格定义啊，因为它有2根 K 线是有包含关系，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晕线的那种结构，发现没有？这是在11月20号和11月21号出现了晕线的结构。那么出现晕线之后，一个大幅的一个震荡，那么从天上到地下，这就是现在 A 股里面大家经常说的天地板，对吧？天地板从最高砸到最低，当天收在最低，这是最难受的这种天地板。那么现在严格定义啊，它这里因为有包含关系嘛，是不够比的。但是你要用递归的话，其实当一笔用，现在这里当一笔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严格定义是不够比的，因为只有4根 K 线，所以说这是看你怎么用。理论和实际操作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说在实际实战的时候，你看它从这个高点又回撤到0.3618的时候，你是可以搏一下的，对吧？又这么精准的踩了这个0.618，所以说这个位置是可以搏的，短线是可以搏这个反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能不能搏得到，那就看你个人的能力了，对吧？所以说你在从220杀到543的时候，这个回撤你是能测的呀，你不能测吗？从这个220到543这个回撤，对不对？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就能回撤，就能这个去测它的回撤点。所以说，没到这些位置你就往里进，那是你个人的倾向。你觉得，哎呀，踩到了0.5了，可以有反弹了，对吧？所以说，这些位置不是什么魔法数字，就看它能不能够出现有效的反弹，或者说这笔反弹能不能够成比，是一个多方合力的结果，而不是说到了这个位置就出现反弹。所以说现在它也可以，因为现在只是出现这个所谓的一个底分型，也可以打掉，再次向下延续。那么再次向下延续就会跌破刚才那个0.618的位置，你就要相对的要谨慎一点啦。那么有可能直接就砸回到这个267.89，这里可以构成中枢之后，看能不能够得到支撑，给到一笔反弹，看这笔反弹是一个强反还是只是一个弱反，然后再回来进行中枢震荡也可以，甚至是再次跌破这个中枢往下走也可以，对吧？那么之后的话就看它继续一个演变，但是相对的，它因为好多人说它是一个类似放大版的比特币。因为它是类似一个3倍比特币或者说5倍比特币的这么一个模式，所以它的震荡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还是那句话，有能力你可以做，没有能力的话就拿个小板凳看就好了，对吧？好了，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